好痛！醒醒！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面闪了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人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用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好冷啊！周围怎么这么暗啊？这不是师祖的血凝花吗？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报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。师祖，师祖，还活着，吓死我了。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差点要疼死了，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虽然我总叫你老板，但其实如果能选，我不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，你应该是个大坏蛋。可就是你这样的大坏蛋，在这个世界却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。怎么了？我听闻有一位叫廖廷彦的弟子，竟能毫无阻碍地进入中心塔，是那天之宫的穆尼生亲眼所见。我们想尽办法都无法靠近司马交半分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他如何做到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心塔之外的结界坚不可破。那个廖廷彦能任意进出，难道结界已经被解除了？这样一来，我们便能伺机而动了。廷彦竟得了司马交赏识，耳塞，打工人的睡眠必备品。师兄，咱不是商量好了吗？你来了就直接喝，不用叫醒我，走的时候也不用叫醒我。因为你，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过整觉了。蛇有的时候太礼貌了也不好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估计你也听不懂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工作忙了一天，晚上还要被热情的同事拉着聚餐。惹不起你，我总躲得起吧？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了吧？明丽，你居然敢威胁我！少公主真是准时啊！少废话，说好的解药呢？你我之间的屏障还在，看来灵火尚未熄灭。司马交还活得好好的，我怎能给你？人我已经送进去了，你事情的成功与否，取决于你们魔域的造化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少公主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同伴。既然你不给我解药，我就拆穿廖廷彦的身份，让你们的计划落空。没了廖廷彦，魔域一定不会穷途末路。但是你呢，少公主？先父最恨沾染魔域的叛徒，若是你父亲知道你为了提升修为与我魔域勾结，会如何？原来从一开始，你们就假意助我提升修为，让我放松警惕，实则为了用魔毒控制我，好让我替你们做事。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骗局。少公主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初可是你主动来与我们联手的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想办法让廖廷彦尽快行动。不是吧，又来了！廖廷彦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若我让廷彦帮我找机会靠近司马交，他会不会认为我一开始结交他便是别有居心？可是，
如果再杀不了司马娇，我的族人们可就……这黑蛇怎么在这里？那是庭燕住的地方，难道……救命！庭燕。 不好，那畜生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仗着有师祖替你撑腰，你便为所欲为了。廖廷燕什么也没做，你吃他做什么？ 快把他吐出来！好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这是疼晕过去了吗？冥顽不灵。 连个布洛芬也没有。布洛芬，师祖的血不就是布洛芬吗？师兄，你怎么了？ 庭燕，你还活着？树灵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从蛇兄肚子里跑出来了？我以为他把你吃了啊，想救你，结果不小心被他给吞了。树灵，你竟然为了我差点成了蛇兄的晚饭。啊！ 我拿了他的蛇心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蛇兄蛇还是蛮好的。可能他是没什么坏心，不过我觉得他也狐假虎威惯了。这蛇心，我先替你保管，你若还敢吓人。 我就让你一辈子当一条没有蛇心的小黑蛇。你在蛇肚子里被关小黑屋，我在这中心塔被关小黑屋，生活好难啊！可是，师祖不是对你青睐有加吗？我还想着沾沾你的光，也去照顾师祖呢。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？ 青睐有加，他纯纯压榨我劳动力，你怎么还想讨好他呀？不行吗？还是说，你不愿意将我引荐给师祖？是不愿意。他那个人稳定发疯的，万一不高兴把你杀了怎么办？我可不愿意把我好朋友往火坑里推。 你是在担心我呀？我还以为……没什么。被人摘了蛇心了。 谁要替你做主啊？
新月夜就要到了，离我们出山的日子不远了。蛇兄，你来啦！快快请坐。蛇兄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事儿。你在师祖身边待了这么久嘛，你肯定知道他的喜好呀。如果想要讨好师祖，该怎么办呢？师祖，您看这桌子，我擦得明光锃亮。啊，还有这地，哎，也纤尘不染。今日有何事求我？昨天晚上我肚子又疼了，痛得我命都快没了。上次您不是用血救了我一下吗？你想如何？我想你随叫随到，无偿献血。我就是想，以后您能不能用您珍贵宝藏的血液，及时救我于危难当中啊？毕竟我这小小的身体，还是能帮您的忙的嘛。我们互帮互助，好不好？和我谈条件。不敢不敢，是恳求。想要我的血啊？看我心情。那您怎么才会心情好呀？祖宗也怪可怜的，这还需要思考。杀人啊！你替我去杀人，这有点超纲了吧？师祖，你别走啊！你等着，我肯定会找出你其他需求的。师祖。您辛苦了一上午，我来侍奉您了。我听说您睡眠不好，根据我多年的打工经验来看，多半是烦恼太多、太焦虑导致的。蛇兄，怎么样能让师祖心情变好呢？师祖喜欢枕头。哦，师祖睡不好觉，他睡不了觉。可笑，有何事值得我挂心？总之呢，我带来了解压3件套，配合我独特的按摩手法，不妨您试一试。终于要对我下手了。放心送哈。老板，您看我这么诚心诚意的侍奉您，不为别的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我那个待遇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呀？何为待遇？又是为了我的血？对呀。还有，您看啊，我已经连续上班5天了，连续干活5天了。别说双休了，连单休都没有。你怎么如此龌龊？我怎么又龌龊了？讨好老板真难。早知道之前就在职场里多跟同事学2招了。
那魔域间隙，为我缓解了不少灵火带来的灼烧。或许，我可以强行破除封印。司马昭，你疯了吗？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新任盟主已定，明日便要移交混沌珠。虽然你们入门时间尚短，但无奈大敌当前，暗族入侵，需要加强守备之力。明日你们便一同随我前往珠塔，共担守备之责。是。好，其他人先散去吧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半夜又去叨扰城主了？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别以为他罩着你，我就不敢说你啊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危机四伏，城主要事忙，你就不知道收敛一下？况且自己本身就课业繁重，别整天想着那些有的没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你听得进去也得做得到啊！回去给我好好睡一觉，睡饱了才能有精神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啊？哎，玄灵师妹，小师姐，玄灵师妹，方才苍长老在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有何事啊？明日不就要执行任务了吗？如今敌人在暗，也不知会发生什么。明日你就跟着我，若有什么事，我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攒的法器，能加强护盾的，记得带在身上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年纪比我小吧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你为何会拜入雍雪城啊？唉，10几年前，万仙镇结界出了一次裂隙，暗族涌出，杀了我们全村的人。所以，修道是为了报仇吗？不，爹娘临死前说，不要带着恨火，恨也能滋生暗族的。唉，不说这些了，我要回去准备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准备吧，明日还有大事呢。保重啊，走了。什么破法器，长得还挺可爱的。原来高修是无意于谢城主，二人也无婚约。我还劝他呢，不要因为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的亲近而难过。想来在他心里，我怕不是个大傻子吧？你这么在意，难不成想和高修士做朋友？朋友嘛，越多越好。对每个女孩子都那么好，难怪傅公主说你处处留情啊。他还说我呢，早年仗着自己容貌俊美，四处留情的人是他吧？倒是你，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寻那梦中人。
说不定已经寻到了呢。已经寻到了，哪家姑娘？也只是感觉而已，还没有最后确认。你确认好可要立刻告诉我。你怎么比我还急啊？我好奇嘛。哎，快，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我也不想等太久。今天的月亮又不圆，你出来看什么？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月亮升起来的时候。一直在这里？嗯，在想事情，但没有想明白。想什么呢？我今天下山去了趟城镇，在临街的茶铺坐了一下午。为什么？我想去看看你拼了命也要守护的人间。看得如何？看了一下午，看到32对夫妻走过，牵手的很少，吵架的却有5对。吃食摊上一共有123个顾客光顾，有9个孩子买了糖葫芦，10个老人进了药铺。旁边首饰铺的老板有点坏，同一款簪子卖给前一个顾客60文，卖给后一个顾客却要90文。另一边还有一家赌坊，进进出出不少人，赢了出来的没几个，输光了被扔出来的却有3个。还有一个小贼，顺手摸走了别人的救命钱。街上路人来来往往，也没有见谁路见不平出手相助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不只是你无聊，整个人间都很没意思。日复一日，为了几两碎银，忙忙碌碌，点头哈腰。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敌不过柴米油盐，多的是相看两厌。欲海无边，贪心难填，明知是坑，却还是要往里跳。好人不一定能寿终正寝，得享天伦，坏人也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总之啊，世态炎凉，欺善怕恶，麻木的不敢清醒，清醒的未必会改过，改过的不一定会得到，得到的又忘了珍惜。这就是你半日得出的结论？人间无聊、冷漠，且平庸，且活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南旭月在想什么。你们在明，暗族和朽仙阁在暗。若不反客为主，只能永远处于被动。所以，你们想借移交混沌珠之时，将敌人引来明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次来的是赤影，是3影中最狠辣的一个，很难对付。很难对付也得对付。谢雪晨。明日之后，仙盟就会安定了吗？不会。那人间会变好吗？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在你看来，
人间一团糟乱，是不是？那还用说？在这糟乱之中，你就没看到一点希望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什么破希望？有那一丁点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就像当日我带你回雍血城一样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血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修炼、玩乐，不用厮杀抢夺、毒花酿酒、枕刀而眠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10年前，10年后，你还真是一点儿都没变，一样傻到可以为了陌生人去死。谢雪晨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活得真的很理想？理想到让人想。想什么？谢雪晨，我想跟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可惜，过了你的人间，我便没有以后了。罢了，这该死的人间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走啦，明天见啊！谢雪晨，你是怎么了？竟然……今天好像有些不对，罢了，明日之后再说吧。如果他愿意告诉我的话。人间，希望。谢雪晨，你想守的东西，我便替你守上一回。桑琪不肯告诉我赤影和朽仙阁所在，一定是对我有所提防。那就只能看明日了。赤影一定会行动，一旦锁定，我便找机会将他拿下。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
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，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但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了。不许离，我不许你死。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陛下博学一学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当日我问你镜花宫的傀儡之乱是如何平息的，你回答的支支吾吾，是替他在遮掩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暗域圣女，可她的确是用魔功救了大家。但她是灵族，你竟替一个灵族遮掩，
灵族最会蛊惑人心。桑琪让那妖女接近谢雪晨，定是想以此来乱了谢雪晨的修行。可谢雪晨本就被困在暗域，压在了熔渊底下，他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懂什么？桑琪向来阴险狡诈，以玩弄人心为乐。桑琪是我镜花宫的死敌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也不会放了那妖女。师父，桑琪骗过你？胡说什么！他一个下贱灵族，也配染指我镜花宫的人？师父，您对桑琪的仇恨未免也太过浓烈了。秋眠，你也要恨他，必须恨他。他不仅血洗了明月山庄，还害死了你母亲。您不是说母亲是难产而死吗？师父只是一时口误罢了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，我们这些正派人士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？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岭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，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岭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
冤情。当年那个是你，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，我的命就这么贱。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，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宣礼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宣礼，高修士，谢城主有令，将穆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煽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运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二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肌散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肌散，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？南庄主如此望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，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？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呢？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理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
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就不改了。这便是世间情爱吗？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庄主，若你真想帮我将阿宝托付给傅来生，请他带他去碧霄宫找爹。若是找不到，就送阿宝回家吧，好吗？好。跟哥哥走好不好？哥哥带你找爹爹。碧霄宫有好多好多的宝贝，宝气十足，想要什么任你选，不要哥哥，我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你好不好？你帮我救救姐姐。小阿宝，来，听我讲，这是你穆姐姐唯一的请托，跟傅哥哥走吧，这样才能让姐姐安心啊。然后赶快找到自己爹爹，也让自己母亲安心。纵然是我们的小阿宝，也有自己要做的事，要负的责任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哪有死？姐姐是无辜的，你也不想让她死，对不对？咱们想想办法去救姐姐。城主，你的伤势可有所好转？疗愈还需些时日，不过已无大碍。苍长老那边如何了？朱塔一战，法剑尊者身死，仙盟伤者众多。苍长老正在处理善后之事，可能还需要些时日。你来找我，可还有事？仙盟各派掌门与正气厅求见城主。好。师兄，有事便直说吧。我听见几句各位掌门的对谈，他们似乎对师兄你有些微词。他们说你……师兄还是
亲自去听听吧。谢城主，暗域圣女的事不能总拖下去。是啊，就连其他仙道门派也都知道了谢城主与暗域圣女私交甚密，我等担心。话既说到这里，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你身为雍雪城城主，却罔顾仙盟之规，引来祸患，是否也该对此有个交代？谢城主，谢城主，何岛主。哎呀，方才那几位的态度，你都看到了。这些人啊，刚受了你的救命之恩，转眼便出言相逼，实在过分。人之常情，当立场相悖时，又谈何恩情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啊，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故交，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。但此次，仙盟接连遭受重创，先是你父亲遇袭，新任盟主也遭暗族祸害致死，主塔又受创破损，整个仙盟人心惶惶，急需一位新的盟主来稳固仙盟啊！何岛主的意见甚好，不知您心中的人选是？啊，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汉族划清界限，为自己正声名，为仙盟树威望。谢雪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跟南虚月借了纸砚和笔墨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该杀我了。拥有一念善意的恶人，本质上仍是恶人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正道之光还能不明白吗？别有负担。诛杀我后，只要在忌日给我准备好酒好肉，我便不怪你。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为
秋明，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在我屋外做什么？那个雍雪城的人来过了，说明日请您去趟正气厅，要处置那个穆玄灵。你莫不是同情那妖女，想替她求情吧？同样的错误，你到底要犯几次？你何时学得如此心软畏缩，竟同情灵族和暗族？师傅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镜花宫一次，还有当年桑琪戏庄，他为我替死，我终究是欠他份人情，所以您能不能明天去替他求求情？师傅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师傅。你同你母亲一样心地善良，但是秋明，有些人有些事不值得你如此记挂，他们本就不该出现，更不该留下。更何况，谢雪晨身为这雍雪城的城主，要想挽回过失、平息争议，就必须亲手杀了那妖女。不然，这雍雪城的名字可就要蒙尘了。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。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玉圣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穆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穆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